大家好，我是交通小王。今天过来修个美的的变频空调啊。这个空调什么毛病呢？启动一下外机就停了。220伏电压有了。大家看看啊 ，N 和 S 之间有交频电压，有波动电压，跳变电压有啊，跳变电压。现在又保护了，停机了。这说明是外基板有问题了，与内基板没关系啊。内基板输出220伏电压正常交流，然后 S 单子和 N 直流档打到直流档，跳变电压有啊，跳变电压有。然后外机风机转，压缩机不转，就是外机的变频板有问题了。这个比较好测量一些啊，这个是交流变频的3级能效美的空调。再给大家测试一遍啊，我把电拔了，再给大家测试一遍。先测一下 LN， 就是要达到交流750伏。LN 现在220伏交流电正常，然后再打到直流档，打到200伏直流。测一下 NS 有没有跳变电压啊 ？NS 这个就是跳变电压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跳变电压啊，不断的跳变。这个就是 S 单子啊，已经给外机信号了，就是外机变频板有问题。现在风机已经运转，就是压缩机没运转啊。过一会儿应该就保护了。现在保护了，风机停了啊，跳变电压也没有了。交流220伏也没有了。这个就是简单判断是外基板的问题。只要是220伏供电正常，跳变电压有，就是外基板的问题。以前我修过很多啊，换上外基板就好，特别是美的的。这种问题压缩机坏了很少，一般不是压缩机的问题。现在我就把外壳拆开看一下，把外影表打到电阻档啊，这3根线是压缩机供电输出的啊。变频空调的压缩机是3相的，它不是220伏的，它不用启动电容的，它是3相电机啊，类似于380伏，它是3个绕组的，3个绕组，而且组织是一样的。现在测试一下压缩机的绕组正不正常啊？两之间是导通的，而且组织应该是一样的。1.4欧姆，1.4左右。量一下这个也是1.3啊，1.3。
量一下这个1.3，压缩机的线圈是没有问题的。其实美的变频空调通病啊，坏外基板模块。空调啊，用一定年数以后啊，变频模块坏的最多了。这个空调现在是8年了，12年的空调，用了8年了，模块坏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，今天过来修一个格力的空调。空调漏了，分段打压啊，不是喇叭口漏啊。打了20多个压吧。这个压力表是打到外面的，这个地方已经焊死了，打到外边，打管路。这个压力表是打的室内机，从这个地方打的，这个地方焊死了。这个是打室内机的。这个空调加氟的话，用1个月，然后就会缺氟，制冷效果就不行了，内机就开始结冰。然后加上氟就好了。这个有漏的地方，这个空调用户找人来加过2次氟了，必须找到漏的地方才能解决问题。格力的老空调啊，格力的。空调漏是最难查的毛病啊，不好找。咱们现在先给空调保上压，然后明天过来看一下，到底是外面漏还是里边漏。
地空调不制冷啊，用户说内外机都正常运转，就是一点不凉，设定到17度。现在一会儿看看，是个定频的 1.5P 的。天气热了啊，用空调的多了。咱们现在向外机看看，这个就是室外机了，管子挺长的啊，从上面下来，风扇呼呼转，没毛病。这个帽上也没有太多油啊。听着动静，压缩机像没转的感觉似的。管子一点温度没有了，先接上压力表。应该压缩机没启动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浮吧。轻轻顶一下就行了啊，压力表关死了哈。浮呲呲凉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冒白气儿，这么多浮啊！只要压缩机转，管儿肯定凉的。显然压缩机肯定没转呢。看看启动电容了，这个时候启动电容坏了，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。老美的空调，把上盖拆下来嘛，工具包拿了。修这种问题啊，连万用表都不用啊，定频的太简单。电容鼓包了，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。到夏天了嘛，这个空调有个7、8年了。把电拔了，一会儿换个电容。打到电容那儿，测试一下容量。一点容量没有了啊！要不压缩机怎么没转呢？看这个新的啊，这是拿的新的，赛是7.8，这个是赛是5的，赛是5的，赛是7.8。很明显这个坏了啊，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啊，一般用户都说机器都转不制冷，是不是没伏了？过来加个伏。一般不是缺伏呀，压缩机不转的可能性很大。如果缺伏的话，细管怎么也得接点霜或者是凉，细管粗管都常温，就是启动电容的事儿。压缩机运转以后声音都听出来，特别大哈，呼隆呼隆的，风热了啊，太明显了，这声音老明显了。要没转的话，就风扇转，声音很小啊。换上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呀，空调就修好了，转了大约10分钟啊，这个粗管特别凉啊，有点接水珠了，伏一点都不缺，风也特别热呀，呼呼的热风啊。换电容，收费200，
一会儿找客户结一下款就收工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啊，请点击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今天又是过来修一个美的5匹空调啊，双风扇的，用户说不制冷，让我过来加氟。现在空调已经打到制冷了，风机、压缩机、内机、外机都正常运转啊，压缩机声音也正常，但是摸这个管温不是太高啊。最奇怪一点啊，大家看看压力啊，压力10个多压，接近11个压了啊。这个制冷剂是 R22的，压力怎么能这么高呢？这回气压力太高了呀。一种情况就是原来可能谁加氟加多了，再有一种情况就是压缩机坏了，吸排气能力不行了啊，导致回气压力这么高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四通阀串气，但是用手摸了，这个是高压输出啊，高压管儿，这是四通阀入口，四通阀入口啊，这是上散热器，都是温的、热的。这是中间，这个是回压缩机的啊，回压缩机的是这个管啊，中间这个管。四通阀串气的最明显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中间这个管是热的，因为它串气了嘛，高压气体来了以后啊，本来应该上这个边上两边，制热是上这边，制冷上这边，管是热的。如果中间这个是热的，那肯定串气了，高压管啊，直接到回气管了，造成这个四通阀串气，可以造成这种现象。这个是相对好判断的。现在呀，这个回气中间回气的啊，是常温的，并不是热的，这说明啊，这个四通阀没有串气的现象。但是这个空调啊，如果谁家氟能加这么高的压的话，压缩机声音也应该不正常啊。但现在压缩机声音是正常的，也没有压缩机也没有反转，因为这个带相续保护的啊，也没有反转。如果反转了，压力也不能这么高，反转的声音，压缩机声音就不对了。现在呀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压缩机吸排气能力不行了啊，就不排气了，造成这个回气压力这么高。为了验证我这个说法，我现在就把制冷剂给它放到5个压，看看它效果能不能上去啊。现在就给它放一下试试。啊，越放压力越高啊！刚才10个压，现在11个压了，这么高的压力，我靠！压缩机看样是废了。这个压缩机是380的，用的是鼓轮的压缩机。这鼓轮的压缩机挺耐造的呀，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。鼓轮的压机，这个空调年限也不是太长啊，也就5、6年左右。刚刚跟客户报完价了，鼓轮的压缩机报价1800呀，用户说考虑啊。压缩机一点也不吸了，排气呢，拿手都能放上。正常5匹的排气手根本不敢动的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
今天过来拆个美的空调，拆下来就完事了。232的，32的制冷剂啊。干啥？有电了没有？有电了啊！3级能效，模式制冷，最低温度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喊你断电，咵拉下来就完事了哈。没问题。啊，这个。你让我拉手就指这儿了。这是2020年3月份生产的新空调。啊？干啥不啊？好，这个空调收伏，关闭高压阀，大约10秒左右，关闭低压阀。咱们看看这个伏收的干不干净啊？有人说，10秒钟收不干净，然后现在就测试一下啊，能不能收干净？大家看看啊，10秒钟。一点伏也没有啊，收的特别干净。因为这个232制冷剂量本来就少，压缩机排气量也大，所以收伏特别快啊，很快就吸到外机里边了。刚才我关阀，我根本我也没切屏啊，直接录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也就10秒左右。我把高压关死以后，直接就开始关低压。大约10秒左右就把低压关死了，关死以后就断电。现在打开帽以后啊，一点制冷剂也没有啊，一点没有出，全收的特别干净啊。所以232的呀，尽量快点收拾，快点收，以防发生危险。今天就给大家做个测试啊，收多长时间？10秒钟。收的一干二净啊，一点伏不浪费啊，而且还比较安全，因为收伏时间长了容易发生危险呢。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，今天过来修一个美的的10P 的空调。这个空调的故障现象是制冷好用，一点毛病没有，然后制热的时候室外机就不启动了，空调外机不启动，然后也不报故障代码，然后打开就是内机也不转，外机也不转。因为制热的时候只有管温热了以后内机才吹风的，因为外机不启动嘛，所以管温始终是凉的，内机始终也不吹风。这种问题也是比较奇怪的啊。现在电脑版的电源盒啊已经被我打开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里边还有一个死老鼠，但是老鼠已经风干了啊，不知道使了多少年了。不过这个空调的线路也没有被老鼠咬掉的痕迹啊，一点也没被咬掉。但是这个主板很脏的，上面各种灰尘呢，特别脏。我先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内外机的控制线，然后电磁阀的供电有220伏，风机和压缩机控制线没有电压，
这个空调是实批的，室外机是带主板的，并不是说它这个电压就直接给电磁阀供电了，但是它没有信号。然后制冷的时候就有信号，压缩机和风机的控制信号都有电压。这个室内机啊也没有太多的传感器啊，跟普通空调一样，就一个环境温度传感器和一个广温传感器，我都量了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现在我要去外机看一下外机的线路正不正常。如果外机线路正常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是这个主板有问题了。现在已经到了外机了，大家看看这个外机啊，已经被草整个给护死了。外机的工作环境也是比较恶劣的啊，这个草已经长到风扇叶里边去了。这个室外机的外壳已经没有螺丝了，可能以前被人修过。空调的里边也长满了草。打开室外机的电源盒以后，我手动按了一下交流接触器，压缩机就正常运转了，而且声音也是正常的，说明相续都没有问题的。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室外机的信号供电，然后供电还是压缩机和风机没有供电啊，所以室外机就不运转。然后把空调设定到制冷以后啊，然后压缩机和风机的供电立马就有了，而且室外机也能正常启动，制冷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说它这个空调的故障还是在内基板上。这个空调的生产日期是10年8月份的，这个空调啊已经用了10年了。由于空调的室内机啊工作环境不是太好，室内机的主板腐蚀也是比较厉害的，然后上面也全是脏东西，所以我决定给它换一块室内机主板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好用。可能有朋友要问了，然后这个是美的实批的，然后你上哪去弄现成的主板？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。然后一位用户说呀，他这个地方还有一台空调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那一台空调啊放在仓库里边从来也不用，就是以后也用不上了。然后就跟我说，叫我把那台空调的主板拆下来，给这个空调换上。所以我现在就把主板拆下来，然后上另一台空调，把另一台的主板给卸下来。现在这个主板已经拆下来了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芯片上都被腐蚀了，而且主板上的脏东西也特别多。现在我把那块好的机器的主板已经换到空调上去了，然后咱们试一下机，看看空调正不正常。主板换上以后，试机一切正常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